大家好，我是 Peter。这是四方向飞行器教学的第二章。常理来说，上一章介绍完电路板后，应该要开始制作各种元件的教学。但飞行器逻辑电路与传统电路有一个很大的差别，也就是元件必须在飞行器移动时不触发。这意味着要制作元件，必须先了解时序。这里有两个四方向飞行器，里面有完全相同的元件。功能也相同，黄色细胞触发蓝色细胞。但是这两个元件有一个是非法的，飞行器移动时会损坏。仔细观察这两个逻辑元件的位置，一个在中轴线的左边，另一个在中轴线的右边。由于飞行器在移动时，中间的细胞比两边先走，导致非法的元件中，黄色细胞在移动时会触发蓝色细胞。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时序的重要性。想象一下，当你在建造逻辑元件时，每次放方块都要靠移动飞行器来确认这个元件是合法还是非法的，那么把整个飞行器完成就要盖到天荒地老。那么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法可以快速建造元件呢？关键在于元件中细胞在电路板中的相对位置，还有细胞间交互作用的方式。假设黄色细胞向北移动 x 跟 t 后会触发蓝色细胞，那么只要蓝色细胞移动的时间减掉黄色细胞移动的时间，不超过 x 跟 t， 那么这个元件就是合法的。接着我们来看飞行器在移动时每个细胞的移动时间。假设引擎开始向北移动的时间是0跟 t， 每个外壳都是使用红石砖，所以每个细胞会增加3跟 t。中间的每个细胞都是用侦测器触发，所以会增加4跟 t。这就是每个细胞的移动时间。如果将基准点设定在电路板的右侧，那么四周的细胞的相对移动时间就会是这样。侦测器和活塞是最简单的逻辑元件组合。黄色细胞有侦测器，蓝色细胞有活塞。黄色细胞向北移动4根 tick 后会触发蓝色细胞。
对照前面的图表，如果黄色细胞是基准点，可以知道所有蓝色细胞的可能位置。从这张图表可以看出，一开始的2个例子，为何一个是合法的，另一个是非法的。在4方向飞行器中，另一个常见的组合是红石砖和活塞。黄色细胞有红石砖，蓝色细胞有活塞。这个组合有2种应用：触发黄色细胞可以让扰动回弹，这在线路中很常用；触发蓝色的细胞可以产生3 Gantic 的延迟。在一些需要精密控制的电路中很有用，因为可以利用时间差做出Gantic。需要注意的是，这个元件有2个可以触发的方向，因此判断是否合法，要检查2个方向。将2个方向的图叠合后，可以知道蓝色细胞的可能位置。题外话，由于活塞最多只能推动12个方块，有些位置实际上不可行或不实用。比较常用的是这3个位置。这张图表就像是电路板的使用说明书，前面介绍的2个组合基本包含90%以上的元件，即使遇到新的细胞交互作用方式，也可以根据图表判断是否合法。有了时序，在下一章就可以开始制作线路了。谢谢大家。